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前往印度参加 G20 外长会议前，对中亚两国进行闪电访问。他在2月28号上午首先抵达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先后与哈外交部长和总统举行会谈，并与中亚5国外长举行 C5+1 机制部长级会谈。随后又前往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家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美方此举无疑是想挖俄罗斯墙角。俄乌冲突之后，美方已经向中亚国家追加了5000万美元援助，但中亚国家并不接受美方强迫他们选边站队的行为。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季就在与布林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哈萨克斯坦不认为面临或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任何威胁或风险。观察认为，中亚国家在俄乌冲突以来保持平衡中立。在联合国2月23号就要求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的决议进行的表决中，这5国均投了弃权票或没有参加投票。俄罗斯可能也自顾不暇所以美国趁机来收割地缘政治的这样一些果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呢，一方面盯着俄罗斯，另外一方面实际上也盯着中国。由于中国我们现在启动了中国中亚的这样一个峰会，一带一路也是10周年，所以美国呢很大程度上也是要去削弱中国在这个地区影响力的。白宫2月27号下令，美国联邦机构需在30天内移除 TikTok。为何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竟然如此惧怕一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件？麦卡锡当上众议长后，新成立的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首秀，大肆渲染鼓吹所谓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奉劝美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停止为谋取政治私利绑架中美关系。当地时间2月28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举行成立以来的首场听证会，但议题了无新意，聚焦所谓人权。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声称：“我们希望主导一个以人权和价值观为中心的议程。”加拉格尔还赤裸裸地宣示，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的目标就是让中美这2大经济体局部脱钩。他说，由共和党控制众议院的未来2年，他将带领专责委员会，让美国人明白为什么他们应该关心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加拉格尔还说，中美竞争将不会是礼貌的网球赛，而是一场关于21世纪生活将是什么样子的生存斗争。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听证会请来的2位证人都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安高层，分别是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麦克马斯特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杰。2人一唱一和，以所谓全面评估为由，列举了 TikTok 对美国的影响、中国产供链的主导地位以及台湾问题等。就在麦克马斯特发言时，一名举着“中国并非我们的敌人”标语的女子起身抗议，而一旁的警察马上冲上去将她强制带离现场。据悉，这位女子来自一个反战组织。随后又有一名男子举着“停止对亚洲人的仇恨”的牌子站了起来，他也很快被警察带了出去。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场听证会的大部分证词和分析都是老调重弹，例如展示了美国贸易赤字以及失业工人的图片。但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的意图是向美国公众传递强硬对华信号，尤其是这场听证会选择在晚间黄金时间段举行，更暴露了加拉格尔的心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今年1月成立后，就给自己定下 KPI， 宣布要在2年内推动达成10项反华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月1号表示，这场听证会透露出美方有关机构和人员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零和思维，他敦促他们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我想强调的是，中方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3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同时，我们将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很明显的，新保守派极端的力量占了上风，他们试图在美国国内打意识形态牌，搞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实际上呢是在美国国内进一步的去编织那样的一种对华不满的这样的一种共识，从而为接下来美方对华更强硬政策的出台做好国内这种舆论和政治层面共识的这种铺垫。
对中国企业开发的短视频手机软件 TikTok 的态度，被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温度计之一。特朗普时期，白宫曾2次推动针对 TikTok 的禁令，被批评是政治胁迫。美国政府换届后，这一议题有所缓和，但随着中美竞争加剧 ，TikTok 再次遭到炒作。路透社2月27号报道，白宫已向各政府机构发布备忘录，美国联邦机构需在30天内移除 TikTok。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又拿所谓国家安全说事，声称此举在应对该应用对敏感政府数据造成的风险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值得注意的是，白宫的备忘录还要求90天内联邦政府各机构的 IT 供应商禁用 TikTok，120天内联邦政府所有招标禁用 TikTok。实际上，此前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白宫都已经实施了相关禁令。截至今年1月 ，TikTok 在美国拥有近1亿的日活跃用户，其中2%是青少年，而 TikTok 的全球用户总数高达10亿。但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一些人眼中 ，TikTok 是为中国政府进行宣传的特洛伊木马。此外，美方还担心数据落入中国政府手中，因此许多美国政客借操弄 TikTok 议题谋取个人政治资本。例如，美国众议院中国事务专责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就大肆鼓吹，声称中国在利用 TikTok 来管控美国民众。但非常矛盾的是 ，TikTok 也一度被拜登政府用作宣传工具。白宫去年还找来 TikTok 网红向美国年轻人解释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及讲解俄乌冲突等。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利用政治和安全，甚至是文化偏见的手段，以不平等的方式将正常商业活动的一个企业排挤出国内和更广阔市场的这种操作，掀起一系列对中国企业的这样的一种污蔑和对中国海外形象的诋毁，从而在战略上和舆论上占据西方认定的所谓的优势地位。观察认为，美国商界也存在打压 TikTok 的势力。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显示，美国用户每日观看 TikTok 视频的平均时间多达113分钟，远超美国主流视频平台油管的77分钟。因此，这一来自中国的商业软件成为美国 IT 巨头的眼中钉。但美国最大的非盈利机构之一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反对全面禁止 TikTok。ACLU 的高级政策顾问列文托夫发表声明说，国会不得审查整个平台，并剥夺美国人言论和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声明还说，美国公民有权使用 TikTok 和其他平台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分享。美国《纽约时报》表示，禁用 TikTok 显示了美国政府的不自信，而且美国政府实际上无法彻底禁止这款手机软件。值得注意的是，美西方针对 TikTok 已经达成了一个台面上的联盟。加拿大政府和欧盟、欧洲议会都宣布将跟进推动禁用 TikTok。但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欧盟27个成员国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 TikTok 下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号表示，欧盟声称是全球最开放的市场，近来却不断采取限制性的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名无理打压别国企业。这种做法有损国际社会对欧盟营商环境的信心。欧方应该言行一致，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停止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为各国企业提供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此外，在经贸和高科技领域，美方也不断推动对华脱钩断链。美国商务部2月28号宣布，旨在振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芯片法案正式生效。去年8月，拜登正式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该法案号称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不过，其包含的涉华条款明显带有恶化色彩，因为企业如果想从规模达520亿美元的美国半导体制造与研究扶植计划中争取到补助资金，就必须接受美国政府的毒丸条款，在赢得补助后的10年内，必须限制自身在中国等有疑虑国家扩大半导体产能的能力，也不能与受到质疑的外国实体从事任何联合研究或技术授权行为，只要是涉及敏感科技。对于一些对华贸易禁令影响到美国企业的运作，美国商务部设有豁免机制。但企业获得豁免越来越困难，显示美方政策不断收紧。2月28号，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埃斯特维斯透露，2022年70%涉及中国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获得商务部的批准，对相关申请的处理时间平均是77天，比全部出口申请证申请案的平均处理时间多出近1倍。他声称，中国依然是我们执法努力的一个重大焦点。
而截至目前，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列入所谓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已经多达639家，其中超过155家公司在拜登上任以来被新列入。清单上的公司不能使用美国企业研发的产品和技术。除了实体清单，美商务部还有一个未经核实名单，要求名单上的公司必须在60天内证明产品的最终用途，否则将被列入限制强度最高的实体清单。美国国内现有的经济议题政治化、安全化、武器化的这种倾向，再次表明美国国内那些头脑发热、情绪化和极端化弥漫的一些政客们，在用各种各样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破坏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这种势头，我们也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加以强力的反对。